欢迎来到少主力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 FM 新出的这一款铁皮盒子的包装，保持这家一贯的画风，自然这家是谁的马甲也都心照不宣了。那么大家免费的赞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发车来看一看这一家对于这款老兵如何诠释。纸品内容：说明书、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中英文双语的彩色建模图，变形指示还是挺详细的，但其中有一步我们变形的时候再说吧。我们先来看实物，玩具是人形包装的，但是现在我已经先把它变成了这个仿 G1 的形态。其实一开始公布出来的时候，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意外的。本身来说，这个角色吧，在 G1 的动画片里边是做了很多的美化修饰的，因为曾经在戴亚克隆时期最初设计出来铁皮这个角色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作为戴亚小人的一个搭乘的载具，所以是那种没有头的，几乎不像是个人的样子。而这一次的 FM 在保证了人形和伪装形态还原动画片的基础之上，还模拟出来了老 G1 玩具的这个陆战机甲形态和它搭乘的武器平台。如果你不想这样呢，其实是可以一体变形的，而丰富的武器配件组也是完全可以搭载在这个地台上边，很漂亮。战斗平台下方的履带也是仿造了老 G1 玩具的那种电镀的造型，后边的喷气背包以及所有的武器全部都能安插在身上。我们把它全部拆除下来，也是相当丰富的武器组。同时这个地方还能拔出另外的一根小枪。除此之外，还有扫射的这个特效键，4张替换的不同表情和漫画造型的老脸，很深的法令纹和鹰钩鼻子，铁皮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面容表情，很传神的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仿 G1 造型的人形还原成动画片里面的样子。首先打开这一块的合金挂钩，把这一条全部的翻出去，头部从里边卷动出来。注意根部的这一块是有一个滑槽的，我们把它推出来，很紧啊！第一次，背包里边摘除座椅的位置，2个滑槽同时的往下插，锁到底以后，其实还是有一个定位点的。其实这一块在第一次往出拔的时候非常的紧啊，推着根部。第一次推出来，第2次就好插了。接着我们把这2个履带折进去，这一块的履带通过双关节翻转背过来，前方的这一条收纳叠进去，通过这里的双段关节完全折叠到后背里面，拉出来这一层的滑槽。从里边的角度来看，两侧红色的棍子，这个地方是有防呆孔的，只能从单方向的去折叠，把它折开。挪过来90度，然后注意这一块的玻璃夹角处让开边缘，把这个角让过来。好，顶成这个样子。下方的这一条呢，反着折一下，露出来黑色的部分。然后根部这里是有滑槽的，拉出来。上方这里的这个轴也有多段的关节，这里边是3折叠的。我们让过来边缘夹角和扣子的地方，把它往内收，紧贴，然后外侧的这2块对应扣子，折叠成背包，露出来黑色的面，根部的这个滑槽再往下压一点点，锁到底。后背其实是隆起的一个造型，收进来。注意这2根横着的棍子，下方这里滑槽捅到底，2个边缘的夹角往内收，顺着这一块灰色的零件边缘有2个小挂钩的锁定点，我们把它和红色的边缘内侧这里锁住。头部抬起来，脖子前方这里有一个凹槽，我们顺着这2个扣子把前方蓝色面板上面的卡扣插上。把这一块灰色的放平，中间的合金红色挂钩再锁住。叠好之后，侧面的这2条看一下没有落下去，接着把2个侧面的门收进去，成为隆起的胸部。接着顺着侧面的这一条根部的关节按形状咬上去，肩膀的顶子上有一个挂钩，伸进去，锁上。
胳膊拧回正常的角度，铁皮的人形我们就完全还原过来了。对于动画片里边的一些还原要素来说，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胸口这一块的平整状态。腿部上边的一个包裹的完整性，以及整体的一个身材比例，侧面裙甲这里干干净净，并没有什么腰刀的存在。侧视角背包的厚度完全在接受范围之内，背后视角包裹的完整性也是相当可以的，并且能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从后面看整个是黑色的感觉。动画片里边的造型其实上半身是比较宽大的，双腿又显得比较窄，比较瘦弱。而现在 FM 把这个美型重新优化了之后，也更符合了现在的审美。这张动画头雕的造型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头部独立的脖子关节，点头抬头幅度还是不错的，360度旋转，胳膊平举能折到90度，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并且中间这里是一个合金的关节，二头肌360度可以旋转，但是这个地方特别的紧啊，第一次拧起来非常的吃力啊。手肘屈臂一段关节135度，手腕可以旋转。全指可动手，并且抬起胳膊来看，腋下这里完全的遮盖住，并没有露出任何的贯通部位以及内构的部分。胸口的造型隆起的曲线非常漂亮，其实是顶起来的胸啊，铁皮并不是一个大肚子，这一点的表现就很好。而且前方的透明零件里边本身的零件支撑住的部位，又感觉像是一些细节的刻画，很漂亮。胸其实是有一个缩窄的结构，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里外零件替换。腰腹部整个的造型，360度旋转，齿轮关节，很清脆的声音。向下拉开，打开插扣，独立的弯腰关节，3片裙甲打开，前踢，这个齿轮关节也是非常硬的。稍微的错一下位置，根部是合金的，前抬踢得很高，支撑的稳定性也相当的靠谱。这条腿其实还是很重的。后踢差不多也能踢到60度左右，侧抬虽然没有齿轮关节，支撑的稳定性也没问题，而且很紧实。大腿根部左右旋转，膝盖位置合金材质，其实是有2段关节的，下方的这一段是一个轴洞，差不多已经能折到快90度了，上方这里是合金齿轮。对折起来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脚踝左右整脚的接地，变形结构的关系，它的轮子是整个藏在脚里面的，而且橡胶的轮胎这一层胶皮在下边还能起到一点点的防滑作用，这就很好。360度看一下，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的偷胶空洞，盖的都是非常严实的。美型这一块人形的处理效果以及最后的完成度，其实都是相当厉害的。我们也是准备开始进入这一款的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把这个胳膊二头肌的关节向内折叠90度，这个转轴特别的紧，然后一个滑槽整个的缩进去。小臂后方这里有一个盖子，通过根部的双段关节把它翻平，拳头90度收到这空间里就行了。2条胳膊变形好之后，90度往前立，接着打开这一处的挂钩。下方这里有多段的轴嘛，如果上方的钩子不好脱开的话，不要愣掰啊，建议这个角度往上翘一下，先把下方这里的几个关节拉松，哎，你再扭，这一块的挂钩就很好脱开了。这一侧同理，这样子很紧拉不开，把这儿翘一下，让出来这个钩子的走向，就脱开了。然后抬起脖子，翻开这一块锁着的合金挂钩，灰色的零件再抬起来，肚皮整个撬开，左右的车门打松，这一片肚子就完全的摘除。接着下方这里后腰上的2个挂钩拨松，好，这一块的背包拉出来，然后我们卷动。可以先把背包来处理一下，左右这里翻开，横着的这一片红色的棍子给它回归过去，里边的窗户翻出来，边上还有一个锁扣的边缘，把它扣平。这2个挡肉的零件完全的延展，这一块关键在于有一个伸缩的滑槽，把它推到下方来，然后通过双关节往回折叠。继续这一节，根部这里有2个插扣，顶一下，边缘拉出来。这一块根部是有一个出拉轴的，不要忘了把它拉到最外侧来。
在根部这里的3段关节延展，注意是3段同时的折平，还要让出来边缘这一块的倒角以及这2个插扣的位置，顶平。好，这个时候前方的插头就可以通过伸缩的滑道先固定这一层，这一层的插槽再滑进去。注意这一边的夹角啊，先把它收进去，然后旋转，避让开夹角的角度从内侧这里边旋转，空间才是给的够用的。然后转到差不多的时候啊，边转边往出翻这个边缘，就可以把这一块梯形的3角区域给它折出来。那转出来以后，这块的玻璃就变宽，变成了梯形。前边的侧车窗折出来，这里还有一个小的锁边位置，记得把它抠下来，和车门这一块锁上。手臂往后折叠，在肩膀的根部这里可以下托一个双段的关节，说白了是往后拉一下。接着把这个根部从最下侧往内折叠，折到最里面，再往外折，让腰部侧面的这个带子形成这样的夹角，压到最下面。说明书上画着解锁腰部的时候直接往后拉出，其实这一步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到腰部这里有一个方块的锁定点，你是直接这样推不出来的，需要打开弯腰的关节，让出来这个方块，接着再从里边的滑槽轴把它顶到底，这个样子才能把腰部整个的拽出来。中间的这一根滑槽捅到底，这一块会非常的紧。脖子下方这里也有多段的连接关节，我们只需要把脑门钻过这个窟窿，把它压到最下面。前方这个盖子90度把这2条折叠上来，只转灰色的零件，把它压到和车窗贴起来。车顶和前挡风玻璃的接口稍微的固定一下，再把胳膊转过来夹住。它这里边有一个错层的关系啊，肩膀位置这个零件和脖子下方的这一块转轴是夹合住的，就可以把这一块90度折叠下来。根部的滑槽记得一定要推到底，这一块结合到位。手臂刚才翻出的2个卡扣和顶部有一个定位点，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轮子，因为这一次全部隐藏在了腿部的内侧。把这一块的锁扣打开，接着顺着腿肚子和脚踝的位置整个的往开拔，前后分片，整个的前方这一块是合金的零件，打开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钩子先折叠到里边去。腿肚子后方的这一片，整个的滑槽拉出来，拉松了以后往后推，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的挡肉零件，把它翻开，180度翻到这一侧来。大腿根部这里有一个推拉的滑槽，很小的一点点幅度啊，我们往中间搓动一下，打开后裙甲，接着把这一块根部的双关节整个往上折，搓到底之后，用这个卡扣和后裙甲进行锁定。脚部的变形，侧面这里的锁扣拨开，然后顺着这一块整个的往开拆，把脚尖旋转一个90度，再把这一块折叠翻上去，90度整个把脚踝拉下来，外侧的这里翻开，轮子折叠，放在这个位置，这里有一个边缘。向后折叠90度，露出来的是它的转向灯。脚踝后方这里的位置啊，把这保险杠折出来90度，然后旋转一下红色的位置，让这一块对平。另外的一侧旋转过来。边缘有一个小细节不要忘，这里是一个挡肉的零件，把它180度翻开。然后整条小腿通过膝盖的 Z 字双关节收上去。现在开始准备往回包，注意还有几片挡肉的位置，我们把这儿先翻平，里边的一个小方块填补出来，脚尖儿翻下去，顺着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注意倒角的位置，折，完全压平之后，后边的保险杠
这一侧180度旋转对合在一起，把这个窟窿堵上。上方这里的轮子90度折叠过来，这一块的夹钩夹住金属的腿板，外侧的这一条通过根部双段关节放下来，这里边有一个夹合的扣子，后方这里有定位的卡槽，这一块脚尖刚才抠开的部位记得收回来。需要注意的位置主要是这些挡肉的小零件翻出，这些窟窿有没有完全都填上。2条腿全部变形完成，就可以把中间的锁扣全部夹合。现在我们只需要从腰部折个90度拉上来，上下两半往回扣合，中段的这2片先90度抬起来，然后后边这里注意插的位置和这2个挂扣，侧面中间的这一条双关节翻下来，把这里边所有的扣子插上，外边2侧的前轮位置，最后保险杠翻正，拧过来，双关节注意边缘的避让，夹合。车型来看一下，360度车顶、车底包裹的完整性都是非常不错的。尾部这里该有一些涂装的刻画以及透明零件的车窗位置都能完全的还原出来。前方的大灯、保险杠的造型，侧面的黄色线条以及小小的倒车镜的造型刻画，同时跟这里稍微的翘一下，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可惜里边塞得满满当当，也没有什么驾驶室的刻画，只能作为一个开车门的展示。电镀轮毂、橡胶轮胎，如果变形到位的话，推车还是比较丝滑的。身上合金零件非常多，拿起来特别的有分量。整体来说吧，这个变形的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新手第一次上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繁琐，但它仅仅也只是繁琐，多出来的步骤大部分是为了兼顾这个最后包裹的一些挡肉位置。其实整体的一个变形逻辑还是很好理解的。无奈呀，为了兼顾到2个半形态的造型，其实这个也只能是无奈的妥协。你想要简单变形流畅，就没有办法追求更好的还原度；想要人形和载具更加的完美，自然也要接受它这个繁琐的变形步骤。其实这个整件上漆的话，一些卡扣的位置和最后变形密合出来一些倒角的避让，第一次把玩如果不注意的话，难免对漆面会造成损伤。人形可以说做到了一个目前来说市面上最强的铁皮。变成载具形态，这辆面包车的包裹程度以及最后的完成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更何况这款还能模拟出来 G1 老玩具的样式，这一点其实是让 G1 老玩家们非常感动的一个设计点。再加上这家的做工和用料都是第三方里边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所以把这一款 FM 称之为目前市面上最强的 G1 造型铁皮也完全不为过。大家觉得这一次 FM 的铁皮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毕竟比较复杂的一个变形，稍后我还是会把逆变做出来，让大家注意一些细节的地方。那么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